如果這真的是巴菲特給世界的最後一封信，你会錯過嗎？最近市場的气氛很不对勁，納斯達克指數終結了連續7個星期的升勢，道瓊斯指數在2天之內就跌了超過1100點。AI 股的龍頭像是英偉達、AMD 都出現了大幅回調。更關鍵的是，市场對降息的信心已經不像1個月前那麼鐵板釘釘了。1個月前，市場幾乎是95%認定美聯儲12月一定降息，但看看最新的 CME 數據，雖然目前降息幾率超過70%，但這也意味着還有不足30%的幾率會按兵不動。這種感覺就像你坐在一艘正在高速航行的大船上，突然之間船長告訴你，我們可能要掉頭了。但船上的羅盘和天氣預報卻好像都失靈了，你是不是也感覺到一絲恐慌和迷茫？手上的股票到底是該賣還是該留？現金是應該衝進去抄底，還是先觀望呢？巴菲特這位90多歲的智慧老人，經歷了數不清的牛熊週期，在今年5月，他旗下的波克夏召開了股東大會，市場都在傳，這個可能是他最後一次公開的股東會。如果他真的要寫一封告別信，總結他一生的投資智慧，你覺得他會寫些什麼？今天這條影片，我會帶大家一起拆解這些投資大佬們，特別是像巴菲特以及被稱為中國巴菲特的段永平，他們思想中最核心、最寶貴的部分。我們會探討為什麼在今天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市場，學習他們的思維方式可能是你唯一的救命稻草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們會結合當下最新的市況，包括未來1個月即將發生的幾件大事，告訴你在2025年底，我們應該如何調整自己的投資策略，才能不僅僅是活下去，而是真正的抓住機會。這條影片的含金量會非常高，我保證你看完之後會對當前的市場有一個全新的、更深層次的理解。記得一定要看到最後，因為這條影片會直接影響你未來1年的投資回報。在我們深入分析市場之前，我想先問大家一個問題：為什麼我們總是對巴菲特、芒格這些投資大佬的故事津津樂道？是因為他們賺了很多錢嗎？是的，但這只是表象，更深層次的原因是，他們提供了一種確定性。在一個充滿隨機性和混亂的市場裡，他們用幾十年的時間證明了一套理念是長期有效的。就像在茫茫大霧中航行，他們就是那座屹立不倒的燈塔。這就不得不提一個傳奇人物段永平，很多人叫他中國巴菲特，這個稱號一點都不誇張。他不僅是創辦小霸王和步步高的商業奇才，更是一位把巴菲特價值投資理念在中國市場實踐到極致的投資家。他最著名的投資案例就是在網易股價跌到$1以下的時候重倉買入，後來賺了上百倍，長期持有蘋果和茅台，獲得了驚人的回報。段永平說，買股票就是買公司，這句話能有1%的人真懂就了不起了，做到就更難。這句話聽起來很簡單，對吧？但魔鬼就在細節裡。什麼叫買公司？這意味着你不再是看着熒幕上跳動的價格玩一個數字遊戲，而是真正以一個生意人的眼光去評估這家企業的內在價值。你會關心它有沒有護城河，它的管理層是不是誠信可靠，它的商業模式能不能在未來5年、10年持續創造現金流。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學習這些投資大佬，他們不是在教我們什麼時候買、什麼時候賣的秘訣，而是在教我們一套思考的框架，一套評估價值的體系。巴菲特那句經典名言，在別人恐懼時我貪婪，在別人貪婪時我恐懼。這句話的背後不是簡單的情緒對抗，而是基於你對公司價值的深刻理解。當股價因為市場恐慌而跌到遠低於它的內在價值時，你才敢貪婪；當股價因為市場狂熱而被吹上天時，你才會感到恐懼。如果沒有這套價值體系作為你內心的錨，那麼在市場的驚濤駭浪中，你只會成為被浪潮拍打的浮萍，追漲殺跌，最後被市場無情收割。這個就是95%的散戶都在虧錢的根本原因。所以今天我們討論段永平，討論巴菲特，不是為了去抄他們的作業。段永平也說過，抄作業很難成功，因為你是滯後的。我們學習的是他們那種透過現象看本質的思維方式。有了這個思維方式，你才能在接下來我們即將分析的這個複雜的市場中
找到屬於你自己的答案。好了，建立了這個核心的思維框架後，我們現在就回到當下，與其去猜測市場會怎麼走，不如看看這些真正的聰明錢在做什麼。波克夏和段永平的最新持倉報告 13F 已經公布出來了。這份報告讓我們看到，在這個充滿迷霧的市場中，他們到底在買什麼賣什麼。先說巴菲特，波克夏在2025年第3季度做了一個非常震撼的動作，現金儲備創下了歷史新高，達到了驚人的3817億美元。這是什麼概念？這個意味着巴菲特連續12個季度都在淨賣出股票。他大幅減持了蘋果，從高峰期的9億股減到現在只剩2.38億股，減持幅度高達75%。同時，他也連續5季減持美國銀行。但與此同時，波克夏新建倉了 Google， 市值約43.4億美元，直接空降成為第10大持股。這是非常罕見的動作，外界普遍認為這是巴菲特的接班人開始為 AI 時代做準備。再看段永平，他的風格更加極致。他曾經自己說：“我就3隻股票，蘋果、騰訊、茅台，光是蘋果1隻股票就佔了他整個投資組合的60%以上。”這和巴菲特大幅減持蘋果形成了鮮明對比。為什麼？因為段永平對蘋果的理解更深，他看的不是短期的財報數字，而是蘋果的企業文化、產品哲學和生態系統的護城河。他以前是個企業家，創辦了小霸王和步步高，後來也共同創辦了 vivo 和 OPPO 這2家手機公司，這些都是跟蘋果同一個板塊的，所以他特別了解和敬仰蘋果。有意思的是，段永平在第3季度大幅增持了波克夏本身，成為他的第2大持股。這說明什麼？段永平在買巴菲特，被稱為中國巴菲特的他，自然認同巴菲特的投資理念，也看中了波克夏手握3817億美元現金的期權價值。一旦市場恐慌，波克夏就能像2008年那樣大舉抄底。此外，段永平還新建倉了 ASML， 這是全球唯一能生產极紫外光光刻機的公司。加上他之前持有的台積電、英偉達、微軟和谷歌，說明他也在布局 AI 和半導體這條賽道。好了，看完這2位大佬的持倉，我們能得出什麼結論？我總結出3個關鍵訊號。訊號1：市場進入位高階段，現金變得珍貴。巴菲特創紀錄的現金儲備以及連續12個季度淨賣出股票的動作，是一個非常明確的信號。他不是看空市場，而是覺得市場上大部分股票的價格已經不再便宜。這就像我之前講的市場4季理論，現在可能從秋天逐漸走向冬天的過渡期。在這個階段，持有現金等待市場先生犯錯是最明智的選擇。訊號2： AI 賽道依然是未來。既然要選對賣鏟子的人，還要避免被吹捧的價格太高的股票，無論是巴菲特新建倉的 Google， 還是段永平加碼的阿斯麥，都指向一個方向。AI 這個大趨勢沒有錯，但你要投資的不是那些被炒上天、估值泡沫化的概念股，而是那些真正有技術壁壘、有定價權、能持續賺錢的賣鏟子的人。就像當年的淘金熱，真正賺到錢的不是淘金者，而是賣鏟子、賣牛仔褲的人。有意思的是，英偉達是這次 AI 熱潮中賺最多的賣鏟子的人。我在2022年初已經分享這支10倍股，然而2位股神都沒有買英偉達，可能因為英偉達的股價已經被吹到天上去，不符合他們的價值投資風格。讯號3：極致的集中來自於極致的理解。段永平敢把60%的資金壓在蘋果1隻股票上，不是因為他賭性大，而是因為他對蘋果的理解已經到了一個常人難以企及的深度。再次驗證了他那句話：安全邊際不是指便宜，而是指你對公司有多懂。如果你沒有這種深度的理解，就不要去模仿。这種極致的集中，對於大部分人來說，適度的分散才是更穩健的選擇。這3個訊號其實給我們指明了方向。在當前這個市場，不要盲目追漲，要像巴菲特一樣保留現金，要關注 AI 這個大趨勢，但要投資產業鏈中真正有價值的環節。最重要的是，只投資你真正看懂的公司。看完了大佬們的持倉，我們心裡應該有了一個底。但市場不會等人，接下來的1個月會決定市場走向的關鍵時期。這裡要特別提一件事，就是美國政府在10月份開始關門，長達43天，是美國史上最長的政府停擺。
這個導致了一個非常嚴重的後果：10月份的關鍵經濟數據出現了重大缺失。白宮確認10月 CPI 通脹報告和失業率數據會永久缺失。雖然10月就業報告會發布部分數據，新增就業人數，但是缺少了失業率這個關鍵指標，整個經濟就像拼圖少了一塊。這個意味着美聯儲在做12月降息決策的時候，少了1個月的關鍵數據作為參考。就像一個醫生要給病人開藥，但病人的體溫、血壓這些關鍵指標卻測不到了。這種不確定性會讓市場的波動變得更加劇烈。好消息的是，美國政府已經重新開門了。從11月開始的經濟數據會陸續恢復正常發布，所以接下來的1個月，我們要重點關注幾個時間點。關鍵時刻1：11月底的經濟數據補發，政府重開後，勞工統計局會盡快補發那些被延遲的數據。雖然10月的數據可能永久缺失，但9月和11月初的一些數據會陸續出來，這些數據會告訴我們，在政府停擺前後，美國經濟的真實狀況到底如何。如果數據顯示經濟依然強勁，那麼12月降息的希望就會進一步降溫。反過來，如果數據疲軟，市場又會重新燃起降息的期待。關鍵時刻2：12月9至10日的美聯儲 FOMC 議息會議，這是全年最後一次議息會議，也是最關鍵的一次。根據目前 CME 的數據，降息的幾率超過70%，不降息的概率還不足30%。但我要提醒大家，美聯儲的決策不僅僅取決於通脹和就業這2個數據，還取決於全球經濟的整體形勢以及金融市場的穩定性。如果在12月初市場出現了劇烈的動盪，美聯儲可能會出於維穩的考慮選擇降息。反過來，如果市場相對平穩，那麼他們就更有底氣按兵不動。這次政府停擺造成的數據黑洞，其實給了我們一個非常重要的啟示。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市場中，試圖依靠預測去做投資決策，是多麼不靠譜的一件事。連美聯儲都看不清楚經濟的全貌，我們這些普通投資者又憑什麼覺得自己能預測市場的走向呢？這就回到了我們第一部分講的，放棄預測，回歸常識。與其把精力花在猜測美聯儲會不會降息，不如把時間用在研究你持有的公司，它的基本面有沒有變化，它的護城河是不是依然堅固。你可能會問 Chief Papa， 你說了這麼多不確定性，到底該怎麼辦？別急，這個就是考驗我們投資智慧的時候。記住，危機永遠是危險和機會並存的。要投資先求知，但大部分人容易犯一個錯誤，就是學了一大堆理論，什麼 PE、PB、現金流折現，但一到實際操作還是憑感覺。就像你背熟了所有的交通規則，但一上路就閉着眼睛開車，不出事才怪。為什麼會這樣？因為手動去分析一家公司真的太複雜、太耗時了。你要去財報裡翻數據，計算各種指標，比如股息率、巴菲特指標等等，還要結合技術分析，判斷現在處於市場的哪個階段。很多人不是不想做，而是沒有時間和精力去做，或者根本不知道從何下手。我把我30多年在股市賺錢的經驗濃縮成一套完整的投資系統，能夠解決這些問題。如果你也想建立這樣一套屬於自己的投資系統，真正做到長期安心、超級盈利，我的10倍股課程能幫到你。這個課程能夠幫你找出真正強勁、優秀的股票，讓你的資產增長得更加穩固，投資績效大幅提升。最重要的是，我把普通投資者最常犯的10個錯誤製作成一個60分鐘課程。這10個錯誤不僅是容易犯，而且每個都會讓投資者損失慘重。要提升投資回報，最直接的就是減少犯錯、輸冤枉錢。所以我把這堂價值滿滿的60分鐘課程完全免費的送給大家。快點點擊下面的資訊欄了解更多。現在讓我們回到最初的問題，如果巴菲特真的要給我們寫一封告別信，在2025年底這個充滿迷霧的時刻，看完他最新的持倉動作，我想他會留給我們這3條最重要的建議。我結合他一生的智慧，以及段永平的實踐，還有他們最新的持倉動作，斗膽總結出3條錦囊妙計。錦囊1：放棄預測，回歸常識。市場上絕大多數的所謂專家都在試圖預測美聯儲下一步會怎麼走，預測股市會漲到多少點，跌到多少點。但巴菲特和段永平從來不做這種預測，
段永平甚至說，他連財報的預測都不看。為什麼？因為他們明白，短期市場是不可預測的，與其把精力花在猜謎遊戲上，不如回歸商業的常識。什麼是常識？就是問自己幾個最樸素的問題：這個是不是一門好生意？他賣的產品或服務是不是很多人都需要，而且很難被替代？比如茅台的白酒、蘋果的 iPhone 生態，這家公司賺錢辛苦嗎？它的利潤率高不高？需不需要投入大量的資金去維持運營？比如台積電雖然是好公司，但它是重資產模式。段永平就說自己看不懂，這就是一種敬畏。管理層靠譜嗎？他們是把股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，還是整天想着怎麼掏空公司？在当前这個市場，你更應該把注意力從宏觀的迷霧轉移到微觀的企業上，去看看你持有的公司，它的產品是不是依然有人在排隊買，它的護城河是不是依然寬闊。如果答案是肯定的，那麼市場的短期波動對你來說就只是噪音。錦囊2，重新審視你的安全邊際。段永平說，安全邊際不是指便宜，而是指你對公司有多懂。這句話在今天非常重要。很多人覺得股價跌了20%、30%就是便宜了，就有安全邊際了，這是一個巨大的誤區。對於一個你不了解的公司，跌了50%，可能還在半山腰；而對於一個你深度理解的偉大公司，可能它從來就沒有便宜過，但它的確定性就是你最大的安全邊際。我舉個例子，現在 AI 股回調，很多人衝進去想抄底，但你真的懂 AI 嗎？你知道同樣都做晶片，為什麼科技公司都在搶英偉達的晶片，而不是 AMD 和英特爾嗎？你知道這些公司的業績增長有多少是來自真實的需求，有多少是來自客戶的恐慌性囤貨嗎？如果你不懂，那麼你現在的買入就不是投資，而是賭博。所以我給大家的第二個建議是，縮小你的能力圈，把你手上持有的股票拿出來，一個一個的問自己，這家公司我真的懂嗎？如果讓你給一個11歲的小孩講明白他的商業模式，你能做到嗎？如果做不到，那麼無論他看起來多麼誘人，都應該果斷的把它移出你的自選股。錦囊3，做好準備，迎接春天的到來。講了這麼多風險，是不是意味着我們要徹底悲觀，離場觀望呢？恰恰相反，巴菲特說，機會總是在悲觀的氛圍中產生。我把市場比作春夏秋冬，冬天雖然寒冷，但它最重要的使命是為春天的播種做準備。你看，巴菲特手握3817億美元的現金，這不是因為他看空市场，而是他在等待市场先生犯錯，等待那些優質公司因為恐慌而被錯殺的時刻。到那時候，他就會像2008年金融危機時那樣大舉出手，賺取危機財。我希望今天這條影片能像一座燈塔，在當前這個迷霧重重的市場中，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。歡迎大家在留言區分享你對當前市場的看法。如果你覺得今天的內容對你有幫助，請記得按讚、分享、訂閱我們的頻道，並打開旁邊的小鈴鐺，因為我會把複雜的經濟和投資理論簡單化的講給你聽，讓你更容易的吸收。我們下期影片再見。